重生后，你为了让老婆孩子能吃上一顿饱饭，竟放着温柔贤惠的妻子和2个软萌女儿不管，反而带着条快饿死的细狗冲向大雪封山的将军岭。周围的村民都觉得你这二流子肯定是疯了，但只有你知道，要想挽救7天后父亲断腿的死局，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利用重生的记忆找到那窝价值50块钱的朱欢王。与其坐在家里等死，不如去跟野牲口搏命。此时一口冷空气呛进肺管子，陈峰差点可背过气去。他猛地坐起来，身上的被子硬得跟铁皮似的，油泥黑得发亮，那股酸臭味直冲脑门。这特么是哪儿？昨晚还在5星级酒店庆祝上市，咋一觉醒来给人干到贫民窟来了？吱呀一声，破木门被人推开，寒风裹着雪沫子灌进来，冻得陈峰上下牙打架。进来的女人穿着臃肿的破棉袄，袖口磨得锃亮，脸冻得发青。女人说醒了就别挺尸，赶紧起来。女人把湿柴火往灶坑前一扔，哐当一声，陈峰愣住了。苏婉，那个让他愧疚了一辈子的结发妻子。紧接着2个孩子探出头，挂着2条亮晶晶的鼻涕说罢。轰！记忆炸开，83年大雪靠山屯，他真的重生了，回到了这个全家跟着他受活罪的年代。苏婉叹了口气，揭开锅盖，水汽散去，他小心翼翼盛出几碗粥，其实就是开水里撒了几粒玉米面，清得能照人影。桌上还有叠干瘪的咸菜疙瘩。苏婉没好气地说：“喝吧，缸里也没余粮了。”2个孩子饿极了，端起碗就灌，烫得直吸溜也不肯放，舌头飞快舔着碗边。陈峰嗓子眼发堵，把自己的碗推给大宝，说：“我不饿，你吃。”大宝懂事的推回来说：“爸，你不吃会饿死的。”陈峰眼神一厉，说：“喝你的，爸一会给你弄肉吃。”听到肉，孩子眼睛瞬间亮得像灯泡。苏婉却苦笑说：“大白天做什么梦？你要能弄来肉，我把锅台吃了。”陈峰没解释，起身大步走出窑洞，刚掀开帘子，骂声劈头盖脸砸过来，说：“日上3竿开启，你怎么不睡死在炕上？”院子里，老爹陈大山穿着破羊皮坎肩，边扫雪边骂说：“让你学手艺你嫌累，打石头嫌苦，全家跟着你喝西北风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”要是上辈子，陈峰早摔门走了，但现在他觉得这骂声真亲切。陈峰回了一句说：“爹，消消气，小心高血压。”老头举着扫把愣在半空，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。陈峰目光一转，落在墙根下，那条瘦成骨架的大黑狗黑龙正艰难地爬起来，伸舌头舔墙皮上的盐霜，然后张嘴咬下一块干黄土，费力地嚼着，咔嚓咔嚓，连狗都饿得吃土。陈峰眼眶瞬间红了，一股火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，一天都不能等，搞钱搞肉。他冲到杂物堆，翻出一把生锈的铁锹，掂了掂还趁手，又找了个破化肥袋子别在腰上，最后拿个破铁盒塞满半干的松树枝。陈峰喊了一声：“黑龙，走！”老狗听到召唤，强撑着站起来，摇了摇光秃秃的尾巴跟上。陈大山气得摔扫把说：“败家子，你又要去哪鬼混？”苏婉也追出来说：“陈峰，别去惹事，家里没钱给你平事了。”陈峰停下脚，回头看着这破败的一家老小，他说：“把锅刷干净，水烧开，今晚要是吃不上肉，我陈峰名字倒着写。”说完，他扛着铁锹，带着那条瘦得像鬼一样的狗，一头扎进茫茫风雪中。后山将军岭，前世记忆里那里有一窝肥的流油的猪獾，那是他翻身的第一桶金。顶着风雪爬了半小时，陈峰肺都要炸了，这身体太虚，饿得直反酸水。前面的黑龙突然停下，鼻子贴得疯了一样秀。到了将军岭阳坡，乱石堆下面就是野牲口的5星级酒店。陈峰围着那块大磨盘轻视转了2圈，上辈子村里的赵二狗就是在这掏了一窝獾子，换了自行车娶了媳妇，这辈子这财运是老子的了。他趴在地上看，雪地上一串梅花状脚印，深且乱。陈峰说这窝数量不少，个个膘肥体壮。陈峰指着主洞口对黑龙下令说：“守着，出来一个咬一个。”黑龙闻到肉味早红了眼，死死盯着洞口。陈峰没急着挖，獾子狡猾，肯定有后门。他顺着山坡爬了10几米，果然在一丛酸枣刺后发现了个碗口大的隐蔽洞口，正冒着热气。陈峰说想跑，门儿都没有。他掏出松树枝点火，等烟起来了，一股脑塞进洞里，再用湿土封死，只留个缝往里吹气。呼呼，又辣又呛的黄烟像毒蛇一样钻进去。做完这些，陈峰提着铁锹冲回主洞口。1分钟、2分钟，黑龙突然炸毛狂吠，洞深处传来沉闷的咳嗽声。陈峰说来了，举起铁锹，嗖，一道灰影炮弹般射出，是一只脸盆大的成年猪獾，被烟熏得晕头转向。陈峰腰部发力，铁锹带着破风声狠狠拍下，说给老子躺下。正中脑门，獾子蹬了2下腿不动了。1只20斤肉到手，紧接着第2只冲出来，黑龙嗷一嗓子扑上去咬住后脖梗。第3只、第4只接连冲出。陈峰说卧槽，捅了老窝了。陈峰铁锹舞得虎虎生风，梆梆，这几只獾子生命力极强，重伤还在雪地里打滚咬人。陈峰补刀，黑龙撕咬，一人一狗杀得热火朝天。4只了，这特么就是40-50块钱啊！就在陈峰准备捡猎物时，洞深处传来一声低沉咆哮。陈峰头皮一炸，只见一个庞大的黑影慢吞吞爬出来，体长近1米，脖子一圈白毛，獠牙足有手指长。朱欢王这玩意儿皮糙肉厚，敢跟狼拼命。陈峰大喝让黑龙退后，但杀红眼的黑龙直接冲了上去。朱欢王爆发力极强，像个黑色肉球一撞，黑龙惨叫一声飞出2米远，半天爬不起来。陈峰眼珠子红了，铁锹施展不开，他扔掉铁锹，从后腰抽出磨好的杀猪刀。朱欢王张着血盆大口扑来，陈峰侧身一闪，裤腿被獠牙划开大口子。趁着他落地的瞬间，陈峰不顾一切猛扑上去，骑在朱欢王背上。这动作极险，陈峰赌的就是这把子力气，100多斤体重死死压住野兽，左手按住朱欢脑袋，右手握刀对着脖子大动脉狠狠扎下，热血喷了陈峰一脸。朱欢王疯狂挣扎，差点把他掀翻，但他死不松手，直到身下彻底没了动静。陈峰瘫坐在雪地里大口喘气，浑身湿透，太他妈刺激了。检查了一下黑龙，还好只是皮外伤。陈峰看着满地战利品，4只普通的，1只40-50斤的朱欢王，加起来100多斤肉，尤其是那只朱欢王肚里的板油，那是药铺收的宝贝。陈峰手都在抖，这年头猪肉7、8毛还要票，这一波就是真正的巨款。他用隔藤把獾子腿绑好，扛起最大的朱欢王，手里拖着4只，像个凯旋的将军往山下走。快到山脚时，远远看见一个穿军大衣的人骑着自行车晃悠过来，大分头，哼着秦腔，正是村里的守
首富兼倒爷刘金牙。陈峰故意把肩上的朱欢王提了提，心想正好，省得老子背去城里了。刘金牙眼尖，老远看见陈峰背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等凑近看清那油光水亮的毛色时，眼珠子瞪得跟铜铃一样。刘金牙车把一歪，差点连人带车栽进沟里，惊呼那是土珠子。刘金牙又问这么多，陈峰是不是把龙王爷的后宫给端了？陈峰把几百斤猎物往雪地上一扔，轰的一声闷响，他抹了一把脸上的血，看着目瞪口呆的刘金牙，淡淡一笑问刘哥收货不？刘金牙扶着车把，眼珠子都要瞪出眼眶了，他指着雪地上那堆肉山，舌头打结问陈峰这特么是不是他一个人干的？是不是把龙王爷的后宫给端了？陈峰没废话，拎起那只最大的朱欢王晃了晃，那油光水亮的皮毛在夕阳下闪着金钱的光泽。陈峰说刘哥是行家，这东西现在有价无市，特别是这只王，一肚子板油那是治烫伤的神药，给句痛快话，收不收？刘金牙回过神，商人的精明劲儿立马占领高地，他搓着手凑上来，在那厚实的脂肪层上捏了2把，说这标得有2指厚，收咋不收？不过咱乡里乡亲的，这一只5块，5只他都包圆了，25咋样？25打发叫花子呢？陈峰心里冷笑，现在的猪肉都快1块钱1斤了，这也为不要票，转手就是暴利。陈峰嗤笑一声，抓起格藤就要走，说刘哥要这价咱就别聊了，他背去县城药铺，光这肚里的油都能卖20，走了。刘金牙急了，一把拉住陈峰，说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吗？他问陈峰要多少，陈峰伸出一只巴掌，5指张开。刘金牙脸皮一抽，说50，兄弟心太黑了吧？陈峰说50块，这4只归他，那只朱欢王他带回家给老婆孩子补身子。刘金牙要觉得亏，他就全背走。刘金牙心里算盘珠子拨得飞快，这4只加起来也有7、80斤肉，倒手去县城饭店怎么也能赚一笔。刘金牙说行，50就50，但这只大的皮子回头陈峰得卖给他。陈峰说成交。刘金牙当场解开棉大衣，从贴身口袋掏出一叠皱巴巴的大团结，数了5张递过来，一脸肉疼说票款2清，离柜概不负责啊。陈峰接过带着体温的50块钱，手指一弹，那脆响真特么悦耳，在这个大米1毛8的年代，这就是一笔巨款。陈峰收好钱，扛起40、50斤重的朱欢王，手里提着野鸡，带着一瘸一拐的黑龙，大步流星往家走。刚到自家地坑院上面，就听见底下老爹那撕心裂肺的咳嗽声。老爹骂那个败家玩意儿回来没？这么大雪，他是想冻死在山上吗？苏婉的声音透着无奈，让爹少说2句，粥热好了，先吃一口。老爹骂吃个屁，家里就剩那点口粮，他拎把破铁锹就赶进山，真当自己是武松啊。陈峰听着这骂声，心里反而暖烘烘的，他冲着底下喊了一嗓，说爹，婉儿，他回来了。骂声戛然而止，苏婉掀开棉门帘冲出来，身后跟着步履蹒跚的陈大山和2个缩头缩脑的孩子，借着昏黄的煤油灯，他们一眼就看见了陈峰肩上那个庞大的黑影。陈大山眯着眼，手都在抖，问那是啥？陈峰几步冲下土坡，砰的一声把朱欢王重重砸在院子中央，震起一片血尘。紧接着五彩斑斓的野鸡也甩了上去。陈峰喘着粗气，眼睛亮得吓人，说肉，全家人都傻了。苏婉手里的窝窝头差点掉了，大宝二宝口水直接挂成了线。陈大山活了60岁，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欢子，老头嗓子干得像吞了沙子，问这是陈峰打的？陈峰说不是打的，还能是捡的？陈峰咧嘴一笑，从怀里掏出那捂得热乎乎的50块钱，啪的一声拍在陈大山手里。陈峰说这是卖剩下的钱，50块，让爹收着。50块，陈大山手一哆嗦，差点没拿住，他慌乱的用2只手捧着，借着灯光反复看，真的，全是真钱。陈大山惊呼老天爷，问陈峰是不是抢供销社去了？陈峰说抢啥抢，这是卖了另外4只换的。他一把抱起大宝，让儿子看清楚，这就是肉，今晚咱们吃肉。大宝兴奋的直蹦，喊着吃肉吃肉。苏婉猛地扑上来，上下摸索陈峰，问他有没有受伤，有没有被咬着。看着妻子关切的眼神，陈峰心里一酸，说没事，就裤腿挂破点皮。他让快烧水，今晚炼油吃肉。苏婉抹着泪花应了声，跑得像个小姑娘。陈大山一脚踹在二宝屁股上，骂道愣着干啥，帮忙啊。他脸上褶子都笑开了花，把钱贴身藏好，卷起袖子走向朱欢王，夸陈峰好小子，真有他的。父子俩合力把朱欢王抬上案板，陈峰磨刀霍2下，刀锋雪亮，刺啦一声划开厚实的皮，露出一层2指厚的白花花肥膘。陈大山倒吸凉气，说这得炼多少油啊，这玩意儿比猪油还金贵。陈峰说爹这才哪到哪，以后咱们顿顿吃肉。他切下一大块带血筋的肉扔给黑龙，老狗嗷呜一口接住，吃得狼吞虎咽。没一会儿大铁锅烧热了，陈峰把切好的肥膘扔进去，滋啦一声脆响，油脂吸出，霸道的肉香轰的一下炸开了，这香味太冲了，顺着地坑院飘出去，直接钻进了隔壁二叔家的鼻孔里。大铁锅里滋啦滋啦的声音像过年放炮仗，陈峰手里的大铁铲上下翻飞，每一铲子下去，那股子要把天灵盖掀开的肉香就浓郁1分。这只朱欢王是极品，那一肚子板油炼出来，清亮的跟水似的。陈峰喊爹拿坛子出锅，陈大山捧着洗净的黑陶坛子，手都在抖。陈峰一勺勺把金黄的油舀进去，足足装满了一坛子，锅底还剩个底儿。陈大山咽了口唾沫，说乖乖，这得7、8斤油吧，这一冬都不用愁了。陈峰说这油比猪油还好使，他把炸得焦黄酥脆的油渣捞出来，撒上一把粗盐，端着碗晃了晃，咔嚓咔嚓，那声音听得人骨头酥。陈峰捏起一块烫手的油渣塞进儿子嘴里，让大宝张嘴，大宝咔滋一咬，酥皮崩裂，热油在嘴里炸开，咸香四溢。小家伙激动得直跺脚，喊香，爸，太香了。一家人分吃着油渣，苏完眼圈红红的。陈大山背着手偷吃了一块，嚼得嘎嘣响。油炼完了，正菜开始，几十斤精肉下锅，大火爆炒，加干辣椒、大蒜，再把野鸡剁块扔进去提鲜，盖上锅盖一顿乱炖。20分钟后，那股霸道的肉香就关不住了。隔壁二叔家，二婶赵桂花正喝着稀饭，鼻子突然一动，问啥味儿？咋这么香？那香味像钩子一样，勾得她胃里反酸水。她嘀咕不应该啊，老大家穷的耗子都绕道走，哪来的肉味？赵桂花说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她那股子红眼病犯了，扭着肥腰就下了地坑院。赵桂花喊哟，大山哥、嫂子，做啥好吃的呢？我在上面都闻着了，人味道，生鲜质。屋里一家人脸色一变，苏婉下意识
是想藏油渣。陈大山皱眉骂道：“这娘们属狗的！”只有陈峰淡定地添着柴，冷笑一声说：“别藏，正大光明吃肉，怕谁？”帘子一掀，赵桂花带着冷风钻进来，那双绿豆眼跟雷达似的，一眼扫到了满桌的油渣、墙角的油坛子，还有咕嘟咕嘟冒泡的肉锅。赵桂花惊呼：“我的亲娘哎！大哥，你们这是发财了，弄这么多肉！”他一边扎虎，一边伸手就要去抓碗里的油渣，啪的一声，一根烧火棍横空出世，不轻不重敲在桌上，挡住了那只脏手。陈峰手里拿着烧火棍，似笑非笑地问二婶：“洗手没？给孩子吃的，脏了可不行。”赵桂花手僵在半空，厚着脸皮笑说：“你这孩子，二婶就尝尝。”他问咋地，发财就不认亲戚了？陈峰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发啥财啊？进山碰运气逮了个瞎眼欢子，给孩子补补身子。”赵桂花问逮着欢子了，眼珠一转，盯上了油坛子。他说：“这么大一坛油。”陈峰，你可别蒙二婶，你是不是投机倒把了？大帽子一扣，陈大山脸都黑了。陈峰却淡定得很，说：“二婶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，靠山吃山。大队书记来了也挑不出理，你眼红让你家陈刚也去啊，看他有没有那命。”赵桂花被噎得半死，眼看硬得不行，立马换了副嘴脸。他哎呀一声说：“二婶这不是关心你们吗？既然肉这么多，正好你二叔腰疼，给二婶匀2碗肉，再倒点欢子油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”说完也不管人家答不答应，转身就拿碗要去盛，这就是明抢。苏婉急得想说话，陈峰一把将他拉到身后，1米8的大个子往灶台前一挡，像堵墙。陈峰说：“二婶要吃肉行啊。”赵桂花一喜说：“我就知道你这孩子孝顺。”陈峰伸出手说：“一只欢子5块，肉1块2一斤，给钱我立马给你盛，盛得满满的。”赵桂花笑容僵住，尖叫起来：“问啥？跟我要钱？”陈峰，你良心让狗吃了，我是你亲二婶。陈峰说：“亲兄弟明算账，当初分家，我爹病着管你借2斤米，你可是说借1还2，咋地？轮到你就想白嫖？”赵桂花气得浑身哆嗦，指着陈峰鼻子骂：“好你个陈峰，行，你等着。”他说：“2块破肉谁稀罕，也不怕吃死你们。”他看出来了，这小子今天是一毛不拔，锅里的肉味越闻越馋，再不走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赵桂花骂骂咧咧的摔门走了。陈大山啐了一口，心里那个痛快，这么多年他在老两家面前就没抬起过头，今天算是出了恶气。陈峰揭开锅盖，热气腾腾，肉烂汤浓，陈峰盛了满满一大盆。苏婉端上杂面馒头，配上这大肉，给个神仙都不换。大宝一口咬下去，满嘴流油，眼睛眯成缝，说好吃，太好吃了。一家人头都不抬，只剩咀嚼声。这一顿连肉带汤吃了个底朝天，一个个肚皮滚圆，瘫在热炕上不想动。夜深了，风雪呼啸，陈峰躺在暖烘烘的炕上，摸出那50块钱看了又看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明天进了城才是真正的重头戏。他要用这坛油和这笔钱把供销社搬空。鸡叫3遍，天还没亮透，陈峰轻手轻脚爬起来，把昨晚那个装满欢子油的黑陶坛子搬出来，这可是全家的希望。他用稻草绳一圈圈缠得死紧，外面又裹了一层破棉絮，生怕路上磕了碰了。除了这坛宝贝油，他还把那张削好的猪欢王皮子卷成桶，一股脑塞进那个打着补丁的行军背囊里。陈峰低声跟炕头上抽旱烟的陈大山打了个招呼，陈大山磕了磕烟袋，话不多，但眼神一直追着儿子的背影。陈峰紧了紧裤腰带，摸了摸怀里那捂得热乎乎的50块钱，一头扎进了凌晨刺骨的寒风里。靠山屯离县城30多里，全是坑洼土路，这年头没车，全靠2条腿粮。陈峰虽然身体底子虚，但这会儿心里火热，他踩着没过脚面的积雪，咯吱咯吱埋头赶路，脑子里全是今天的采购清单：米、面、油、布、棉花。家里缺的东西太多，他恨不得把供销社给搬空。紧赶慢赶，走到县城时，太阳刚露头。陈峰没去乱糟糟的自由市场，那地方识货的少，给不上价。他熟门熟路拐进西街，直奔那家门脸古朴的回春堂药铺。这年头，西医还在普及，老百姓还是认中医，特别是欢子油这种治烫伤冻疮的神药，只有老药铺最识货。刚一进门，一股浓郁的中药味扑面而来。柜台后，一个戴老花镜、留山羊胡的老头正在拨算盘。听见动静，他抬起眼皮瞅了一眼陈峰这身破棉袄，语气淡淡的问：“是不是抓药？”陈峰也没恼，把沉甸甸的背囊往柜台上一放，解开棉絮和草绳，露出那个黑陶坛子。陈峰说：“有点山里的好东西，让掌柜的长长眼。”说着，他揭开坛口的油纸，一股特有的油脂清香混着淡淡的焦香味，瞬间在药铺里飘散开来。老头原本漫不经心的眼神猛地一凝，鼻子使劲抽了2下，随后一把扶住老花镜，身子往前一探，他伸出一根干枯的手指，在坛口沾了一点乳白色的油脂，放在鼻下闻了闻，又在手背上抹开，感受那细腻的触感。老头问：“是不是纯正秋欢油，还是火候刚好的老欢子？”抬头眼神里带了几分惊讶，问：“是不是陈峰炼的？”陈峰咧嘴一笑，说：“昨儿刚出锅，热乎着呢，7斤半，一点杂质没有。”陈峰说：“您是行家，这东西啥药效您比我清楚，问收不收？”老头点点头，眼神透着欣赏，说：“是个懂行的，这成色算是极品了。现在市面上猪油掺假的太多。”老头说：“这坛子他全要了。”沉吟一下，伸出3根手指。老头说：“按理说收购占2块5，看陈峰这成色好，他给3块。”陈峰心里盘算了一下，这价格比收购占公道，但离他的心理价位还差口气。陈峰说：“掌柜的，您这就不厚道了。”做事把油纸重新盖上。陈峰说：“这是猪欢王肚子里的板油，药性比一般的强多了，自己也不是不识数，为了弄这玩意儿，差点把命搭山上。”陈峰说：“3块5，少1分他不卖，背去省城也能出。”老头深深看了陈峰一眼，笑了，说：“行啊，后生，嘴皮子够利索。”老头说：“行，3块5就3块5，但这坛子得送他。”陈峰答应的干脆，上秤，连坛子去皮，净重7斤8两。老头噼里啪啦打完算盘，说一共27块3，给陈峰凑个整28块。老头从抽屉里摸出几张花花绿绿的票子，挥到陈峰面前。老头说：“看陈峰这身打扮，家里也不宽裕，这是2张布票，1张棉花票，算他个人的心意。”老头说：“以后有好东西，尽管往他这送。”陈峰眼睛瞬间亮了，这可是好东西。这年头有钱没票寸步难行，买不要布票，买棉花要棉花票。陈峰心想，这老头是个人精，这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呢。陈峰说：“谢了您呐，以后有蛇胆、蜈蚣啥的，他第一个想着老头。”陈峰收好钱和票，把那张欢子皮也顺手卖给了
的药铺，这东西能做膏药底子，又换了5块钱。出了回春堂，陈峰拍了拍鼓鼓囊囊的口袋，怀里揣着80多块钱，还有一堆金贵的票证，这感觉腰杆子瞬间硬得像铁板。陈峰说走，去供销社进货。县城最大的供销社就在十字路口3开间的大门脸，玻璃柜台擦得锃亮。陈峰挤进去的时候，里面已经是人山人海，一股混合着醋味、酱油味、布匹味和雪花膏味的特殊气息扑面而来。他费劲地挤到粮油柜台前，柜台后一个烫卷发、穿白大褂的胖大姐正一边嗑瓜子，一边跟同事闲聊，眼皮子都不夹一下排队的顾客。这就是这年头著名的铁饭碗，那态度牛气得很。陈峰敲了敲玻璃柜台，说：“同志，买面。”胖大姐有些不耐烦地转头，上下打量了一眼陈峰那身打着补丁的破棉袄，瓜子皮一吐。胖大姐说：“买粗粮去那边排队，这边是细粮。”在她眼里，这种乡下泥腿子也就配买点棒子面或者高粱米。陈峰声音不大，但透着股硬气，说他就买细粮，富强粉来50斤，大米来20斤。胖大姐嗑瓜子的动作停住了，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。她问：“50斤富强粉还要20斤大米，你有粮票吗？”这可是细粮票。周围排队的人也都看了过来，眼神里带着怀疑和嘲弄。这年头谁家过年能吃上一顿白面饺子，那就是烧高香了。这小子张口就是50斤，怕不是疯了吧？陈峰没说话，直接把手伸进怀里，一张崭新的大团结，连带着一叠细粮票，重重地拍在玻璃柜台上。清脆的响声让嘈杂的供销社瞬间安静了几分。那张大团结在灯光下泛着诱人的红光，旁边的粮票更是硬通货。胖大姐的眼睛直了，瓜子也不嗑了，脸上的不耐烦瞬间变成了堆笑，那变脸速度比翻书还快。她说：“有票有钱那必须有，您稍等，我这就给您称。”她手脚麻利地拿起秤杆，从大缸里舀出雪白的富强粉，装袋称重，一点都不敢含糊，一共18块5，收您20找1块5。陈峰接过找回的零钱，提起那沉甸甸的面袋子和米袋子，在周围人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，转身走向了布匹柜台。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家里那几个光屁股娃娃也该换换新了。布匹柜台上挂着几匹颜色鲜艳的布料，最显眼的是一匹天蓝色的的确良，还有一匹带大红花的纯棉布。陈峰问：“这的确良咋卖？”售货员是个年轻小姑娘，看见陈峰手里提着那么多细粮，知道这是个有钱的主，态度好得很。她说：“的确良1块51尺，要2尺布票；这大红花的纯棉布1块2，要1尺半布票。”陈峰说的确良给我扯6尺做身衣裳，这大红花的来1张，我要给媳妇做身新棉袄。陈峰大手一挥，又是几张大团结和布票拍了上去。的确良啊，这可是这年头的奢侈品，穿在身上滑溜溜的不起褶子，走起路来带着风，那是村里大姑娘小媳妇做梦都想有的东西。周围的大妈大婶们眼睛都红了，恨不得那布是买给自己的。这小伙子真舍得，谁家闺女嫁给他算是掉福窝里了。哎呀，看人家这手笔，一看就是发了财的。陈峰听着周围的议论声，心里那个爽啊，比吃了蜜还甜。买完布，他又去了鞋帽柜台，给自己买了一双加厚的绿胶底解放鞋，这鞋耐造，爬山涉水是把好手。又给苏婉买了一双带绒的黑条绒布鞋，给大宝二宝各买了一双虎头鞋。最后他来到副食柜台，那个玻璃罐子里装着花花绿绿的糖果。陈峰指着那个印着大白兔图案的罐子，说：“这大白兔奶糖给我称2斤。”售货员都惊了，说：“同志，这1块51斤呢？”陈峰言简意赅，说称：“大白兔奶糖，那是多少孩子童年的梦啊！上一世大宝因为偷吃了1块别人家的糖，被人追到家里骂，那是陈峰一辈子的痛。这一世老子让儿子吃个够，吃到不想吃为止。除了奶糖，他又买了2斤红糖，1瓶给老爹的二锅头，还有2包大前门香烟。这一通扫荡下来，背囊塞满了，手里还提着大包小包。那50块钱花去了一大半，但陈峰一点都不心疼，钱是王八蛋，花完咱再赚，只要能看见老婆孩子的笑脸，这就值。陈峰背着像小山一样的物资，艰难地挤出了供销社。外面的冷风一吹，他却觉得浑身燥热，那是兴奋的。他找了个没人的墙角，把东西重新整理一下，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背在背上。这100多斤的负重压得他肩膀生疼，但他脚下的步子却迈得飞快。回村，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苏婉那震惊的表情，想要看到大宝二宝抱着奶糖欢呼的样子，想要看到老爹抽着大前门那得意的神情。30多里雪路，背着100多斤东西，真不是人干的活。陈峰棉袄湿透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贴在背上冰凉一片，但他脚底像装了弹簧，一步都不带停。背篓里装的哪是面粉，那是他在这个家里棍的腰杆子。日头偏西，陈峰终于挪到了村口。那棵歪脖子老柳树下，几个闲汉正揣着手砍大山，其中就有村里的大喇叭刘二拐。刘二拐眼尖，指着远处移动的小山，说：“那不是老陈家那个败家子吗？背这么大一坨，去哪捡破烂了？”众人目光齐刷刷看过来，陈峰喘着粗气走近，刘二拐凑上来，在背囊上瞄来瞄去，说：“有陈峰一大早不见人影，去县城了。”陈峰嗯了一声，说：“买点年货。”刘二拐嗤笑，说：“你家锅都揭不开了，还买年货？该不会去供销社捡人家不要的麻袋片子吧？”周围一阵哄笑。陈峰停下脚，把背囊往上提了提，最上面那个没扎紧的面粉袋口子故意歪了一下，露出一角。刘二拐笑声戛然而止，他死死盯着那个袋子瞧，上面赫然印着5个红字：特制富强粉。刘二拐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说：“你买白面了还是富强粉？这年头村里人都吃黑面，富强粉那是城里干部的特供，白的跟雪似的。”陈峰淡淡一句，说：“不多，就50斤。”然后故意侧身，背篓侧面往兜里露出2双崭新的解放鞋，还有透明袋子里花花绿绿的大白兔奶糖。旁边闲汉咽了口唾沫，问：“那是不是大白兔？1斤1块多吧？”又问：“你买了一袋子？”刘二拐脸色精彩极了，酸溜溜到陈峰这是把老陈棺材本掏空了吧？买这些金贵玩意儿，不怕你爹打断腿？陈峰冷笑，拍了拍鼓鼓囊囊的口袋，说：“老子的钱是凭本事挣回来的，二拐叔有空操心他家，不如回家看看米缸还剩几粒米。”说完不管刘二拐那张猪肝脸，大步流星进了村，身后瞬间炸锅。乖乖，这小子发财了，50斤富强粉，这得吃到啥时候？陈峰嘴角上扬，在这穷乡僻壤低调行不通，稍微露点富别人才敬畏你。还没进家门，黑龙汪汪叫着冲出来迎接。苏婉正在收尿布，看见陈峰背着座山，吓得尿布都掉了。陈峰把东西卸在炕上，咚的一声闷响，震得土炕3颤。愁眉苦脸算计口粮的
得陈大山吓一跳，骂兔崽子要把炕砸他，买的啥破烂。话没说完，老头眼睛直了。陈峰手脚麻利的掏东西，50斤富强粉，20斤大米，天蓝色布料，大红花棉布，还有解放鞋、骨头鞋、女鞋、大前门、二锅头、奶糖。小小的土炕瞬间堆满。苏婉捂着嘴，眼泪涌出来。陈大山烟袋掉炕席上，烫了个洞都没察觉。两个孩子缩在墙角，眼巴巴看着，不敢动。苏婉颤声问：“这都是咱家的？”陈峰说：“全是咱家的。”把烟酒塞给陈大山，说：“爹以后抽带把，喝二锅头。”老头哆哆嗦嗦拿起大前门，眼圈红了，说：“败家，留着给你办事用。”陈峰说：“给您抽就是正事。”又把天蓝色的确凉披在苏婉身上，说：“摸摸滑溜不？”苏婉手都在抖，这可是大队长媳妇才穿得起的好料子。说：“太贵了吧？”陈峰说：“贵啥？配我媳妇正好。”蹲下给苏婉换上新鞋，说：“以后出门穿这个。”苏婉看着新鞋新布，一把抱住陈峰，嚎啕大哭，说：“以为你又去赌了。”陈峰说：“不赌了，好日子在后头呢。”旁边大宝二宝早就按捺不住，陈峰抓了2把糖塞给他们，说：“管够。”俩孩子拨开奶糖，笑得眼睛都没了。陈峰说：“别哭了，包饺子，白面猪肉大葱馅。”这一碗陈家烟囱冒的烟都比平时值，一家人围坐吃饺子，皮薄馅大流油，配上富强粉的麦香，简直人间至味。大宝吃了20个，陈大山喝得红扑扑，说：“老大家的以前爹看错你了，以后这个家你说了算。”陈峰的家庭地位彻底稳了。就在一家人准备睡觉时，院里黑龙突然狂叫，破木门被拍得震天响。“大哥，我是桂花啊，开门啊！”屋里空气瞬间冷了。苏婉笑容僵住，陈大山眉头皱成川字，说：“丧门星来干啥？”陈峰慢条斯理穿上鞋，冷笑一声：“白天闻着肉味，晚上听着动静，极品亲戚又来打秋风了。”陈峰说：“我去开门。”眼神冷冽：“既然脸凑上来，别怪我巴掌扇得响。”破门被拍得直掉土渣。陈峰按住想藏东西的苏婉，说：“自家挣的，我看谁能拿走一根线头。”拉开门栓，二婶赵桂花像个肉球钻进来，后面跟着窝囊的二叔陈二和。赵桂花说：“哎呀，大哥这味真香啊！”绿豆眼像探照灯，瞬间扫射全屋。炕桌上的油光，孩子的糖，堆着的富强粉和大米，他呼吸都急促了，恨不得扑上去咬2口。陈大山盘腿坐着吧嗒着大前门，问老两家的这么晚有事。赵桂花放下篮子，掀开破布，说：“快过年了，给你们送2个心里美萝卜尝尝鲜。”篮子里躺着2个皱巴巴带泥的烂萝卜。陈峰冷笑：“2个烂萝卜想换肉，算盘珠子都崩脸上了。”说：“二婶有心了，但这好东西留给陈刚补身子吧，像堵墙挡着年货。”赵桂花假装听不懂，一屁股挤开苏婉，坐在炕沿，伸手要去抓大宝的糖，被大宝躲开。他尴尬收手，终于图穷匕现，说：“大哥啊，我家陈刚身体不好，口粮见底，既然你们有50斤白面，借我们20斤呗，再匀5斤肉，借10块钱。”全屋死寂。苏婉气得发抖：“这哪是借，这是明抢！”陈峰笑了，拿起烂萝卜掂了掂，说：“您这萝卜金子做的，换我20斤面5斤肉10块钱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脑子里装的浆糊？”陈二和鼓起勇气说：“陈峰咋跟你二婶说话呢？长辈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？”陈峰眼神如刀逼近一步，说：“二叔这时候摆长辈款了。3年前我爹摔断腿，求你借2块钱买药，你说没钱，转身给陈刚5块买炮仗。去年大宝发烧借2斤米，二婶说喂鸡都不给我儿子吃。”陈峰每说一句往前一步，把陈二和逼得撞门框上。陈二和说：“那是家里确实困难。”陈峰说：“困难到陈刚穿新鞋吃白面，困难到看着我家喝稀粥，现在想打秋风门都没有，拿着烂萝卜滚！”陈峰指着门口，声音如雷。赵桂花脸红白交加，软的不行来硬的，一屁股坐地上嚎丧，说：“大家来看啊，侄子打婶子了，没良心啊！”陈峰根本不吃这套，冲墙角啃骨头的黑龙招手，说：“黑龙过来！”吃的油光水滑的黑龙压低身子，呲着2排白森森獠牙逼近赵桂花。赵桂花尖叫：“阿狗咬人了！”赵桂花吓得连滚带爬躲到陈二和身后。陈峰说：“敢放狗就去告呗！大半夜闯宅抢劫，放狗是正当防卫。”黑龙猛地一窜，直扑陈二和大腿，陈二和魂飞魄散，拉开门就跑。赵桂花怪叫一声，篮子不要了，扭着肥去跑得比兔子还快。眨眼间，2人消失在风雪里。陈大山狠狠踩灭烟头，说：“这么多年受的气，今天顺了，赶走极品，一家人更团结了。”熄灯后，陈峰躺在炕上睡不着，这点东西坐吃山空不行，还得进山。这次目标的更大点，红狐狸、黄鼠狼，皮毛才值钱。第二天一早，陈峰开始在偏窑翻找，烧火棍碰到硬物，扒开烂草，露出一把锈迹斑斑的1尺长矛头，这是爷爷当年跑关东留下的，清末金刚打造，上一世被他当废铁卖了几毛钱，后来听说值几千。陈峰找来磨刀石，滋啦滋啦打磨起来，后锈褪去，一抹令人心悸的寒光亮起。陈峰找来坚硬枣木棍固定好矛头，一把简易却致命的长矛诞生了。陈峰说：“有了这玩意儿，那只狡猾的红狐狸往哪跑？”天没亮，陈家窑洞里就忙开了。陈峰蹲在灶坑前，手里拿着一卷细钢丝。狐狸是山里的精怪，鼻子比狗灵10倍，眼珠一转800个心眼子，拿生锈铁丝下套，他能在旁边拉屎嘲讽你。陈峰说：“必须去味儿。”他把钢丝扔进破砂锅，加艾草和松木灰煮了半小时，钢丝泛起灰蓝色，捞出来挂在灶堂口熏着，这叫挂腊肉，用烟火气盖住金属味。陈峰说：“爹，我走了。”他收拾停当，背上背囊，腰别金刚毛，手提熏好的钢丝圈。陈大山叮嘱小心点，深沟里不太平。陈峰说：“放心。”吹声口哨喊黑龙干活，吃的油光水滑的黑龙窜出去老远。出了村，陈峰直奔西边的落凤坡，那是乱石岗子，狐狸最爱待的地方。雪后山林静得吓人。陈峰眼睛像雷达一样扫视，黑龙突然停在一丛酸枣刺旁，鼻子贴地，雪地上一串梅花状小脚印，走的是一条直线，后脚精准踩在前脚印里。陈峰说：“猫步是个老手，只有狐狸和狼会走猫步。”看这脚印深度，体型不小，一人一狗顺着脚印摸了2里地，在乱石堆旁发现了红色的细毛和淡淡骚味。陈峰说：“火狐狸，捏起红毛，眼神火热。这年头杂毛狐狸卖10几块，纯正火狐狸能翻倍，在省城能换半辆自行车。”陈峰说：“就在这儿下套。”他没选脚印密集处，那是生瓜蛋子才干的事。他选了10米外一条被野兔踩出来的兽道，这是必经之路。戴上艾草煮过的手套，陈峰挖了个浅坑，他用熏黑的钢丝打了个直径20公分的掐脖套，但这不够，他砍了根弹性极好的酸枣木，完成工
形插图里，把钢丝套系在顶端，用木楔卡住，只要轻轻一碰，木棍回弹，能把狐狸直接吊起来，这叫上吊套。狐狸脚不沾地，使不上劲，就抓不烂皮毛，能保住一张完美整皮。布置好机关，填土撒血扫平。接下来是诱饵，陈峰拿出昨晚炼油剩下的油渣捏碎撒在周围，又把半只死野鸡挂在陷阱上方，剁开一道口子，鸡血滴滴答答落在雪上。他说油渣勾馋虫，鸡血鸡也信，不信不上钩。狡兔三窟，陈峰又在另外2个出口下了简单的绊脚套，这叫连环套，把路堵死。布置完，陈峰招呼黑龙撤退，下套忌讳人守着，阳气中了狐狸不来。回到家天擦黑，苏婉见他空手回来有些担忧，陈峰笑道今天去布个局。陈大山问咋样，陈峰说下了3个重套，看脚印是只红毛的，成色不赖。陈大山眼睛亮了，问红狐狸，陈峰说放心爹，明儿早上他就是咱家墙上挂的一张皮。这一晚陈峰睡得特别踏实，梦里那不是皮，是大宝二宝的书包，是家里的新砖瓦。天没亮陈峰就被心里的钩子勾醒了，下套比钓鱼还上瘾，不知道套住的是空欢喜还是泼天富贵。一人一狗顶着寒气出门，先看了几个兔子套，中了一只4、5斤的野兔。开门红，陈峰加快步子直奔落凤坡，越靠近心跳越快，黑龙也压低身子不再撒欢。到了，陈峰趴在大青石后探头一看，呼吸瞬间停滞，白茫茫雪地里赫然挂着一团火，一只体型修长的红狐狸被高高吊在半空，钢丝勒着脖子已经死透了，浑身红得像火炭，在晨光下流光溢彩，找不到一根杂毛。陈峰说极品火狐狸，手都在抖，小心翼翼解下来，手感软得像云彩。他说发财了，这特么就是半辆自行车，这是出口创汇的特级品，100块都有人抢，而且是没伤口的完美全皮。陈峰把狐狸裹好，拆了机关下山，半山腰林子里突然传来沉重的踩雪声，陈峰手按毛柄问谁，一个背洋炮的老头钻出来，眼神锐利，是村里唯一的老猎户赵三爷。陈峰问赵三爷，赵三爷说听说改行当猎人了。赵三爷看见陈峰鼓鼓囊囊的背囊，鼻子动了动，眼神变得犀利。陈峰拉开背囊，说运气好套了一只。赵三爷瞅了一眼，倒吸一口凉气，烟袋差点掉地上。老头不可置信地盯着陈峰，问用的啥家伙，枪吗？陈峰说没动枪，坏皮子，用的吊脚钢丝套。赵三爷眼神变了，那是看同行的凝重，说好小子，这手艺现在没几个会了，这皮子顶我忙活一冬天的。陈峰说是运气。赵三爷没多问，临走前压低声音说既然吃这碗饭，提点你一句，别往牛角沟去，昨我看见挂甲痕迹了，是个大家伙，泡卵子，少说300斤，300斤野猪。陈峰瞳孔一缩，这玩意儿是森林推土机，发起狂来老虎都怕。赵三爷说这畜生下山找食了，你这身板碰上就是死，见好就收吧。赵三爷叹口气走了。陈峰看着牛角沟方向，眼里燃起贪婪恐惧，不，那是移动的金山，300斤肉，猪鬃獠牙猪肚。陈峰说了声谢谢三爷，回到家插死院门。陈峰喊爹和婉儿烧水拿刀，陈峰像献宝一样把红狐狸掏出来，那一抹红光照亮了整个院子。苏婉水瓢掉了，陈大山蹭的站起来围着转了3圈，问是不是红的，书中说的火狐狸。陈峰说就这一张皮，盖房前出来一半。陈大山倒吸凉气，问一半。陈峰说爹拉着腿得包童子皮，像脱袜子一样脱下来，破一点就是几10块没了。陈大山紧张的大气不敢出，死死拽住后腿。陈峰深吸一口气，刀尖在眼眶，嘴角细细划开，这活极费神，一旦划破皮就从特级掉到3级。半小时后，最后一点尾巴骨抽出，陈峰抖开那张如红色绸缎般的完整皮毛，说成了。陈大山激动的拍大腿，说好手艺，真他娘的好手艺，老子一辈子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活。皮子挂起风干，肉喂了黑龙。陈峰坐在门槛上点燃大前门，看着墙角那盆暗红的猪血，脑子里全是那头300斤的泡卵子。有了狐狸皮能还饥荒，但陈峰的胃口大了，他要送给这个家一份真正的厚礼。陈峰喊了声爹，眼神狠厉。陈大山问咋了，陈峰说去铁匠铺找王铁匠，我要打个大家伙。陈大山问啥大家伙，陈峰说地弩，能射穿钢板的那种重型地弩。那张火红的狐狸皮终究是没藏住，其实陈峰也没想藏，在这个巴掌大的靠山屯，这事儿就跟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，那是明摆着的。再加上早上赵三爷那一嗓子，还有刘二拐那个顺风耳，还没到中午，陈家老大打了只火狐狸的消息，就像长了翅膀一样，飞进了家家户户的耳朵里。有人问啥火狐狸，那不是神话里的玩意儿吗？有人质疑真的假的，陈峰那二流子能有这本事？又有人说赵三爷亲口说的还能有假？听说那皮子红得像火炭，一根杂毛没有，只老鼻子钱了。一时间，陈家那个破旧的地坑院上面围满了看热闹的村民，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往下面瞅，那眼神里有好奇，有羡慕，当然更多的是嫉妒。陈峰正在屋里画图纸，听着外面的动静，眉头都没皱一下。陈峰头也不抬的吩咐说：“爹，把皮子拿出去，挂院子里晒晒。”陈大山正坐在炕沿上抽烟，一听这话愣了一下，问：“挂出去？那不是招贼吗？”陈峰说：“就是要让他们看。”陈峰放下手里的铅笔，嘴角勾起一抹笑，说：“不让他们看清楚，他们还以为咱家偷了抢了呢。再说了，这叫亮家底，以后咱们要包山，要盖房，没点名声镇不住场子，您就大大方方的挂，谁问您就说是您儿子凭本事套的。”陈大山吧嗒了2口烟，琢磨过味儿来了，老头子一辈子窝囊，走在村里都溜边走，啥时候挺直过腰杆？陈大山说：“行，听你的。”陈大山把烟袋锅子往腰上一别，拿起撑着狐狸皮的木架子，昂首挺胸的走了出去。他这一出去，上面的议论声瞬间炸了，有人喊：“快看，出来了！”陈大山拿出来了。陈大山走到院子中央阳光最好的地方，找了根杆子，把那张红的耀眼的狐狸皮高高的挂了起来。阳光一照，嚯，那皮毛流光溢彩，红的仿佛在燃烧。风一吹，那绒毛像波浪一样翻滚，美得让人窒息。土坡上响起了一片整齐的吸气声。有人喊：“我的个乖乖，真是全红的！”有人问：“这得卖多少钱？”听说供销社收一张杂皮才10块，这一张不得100。又有人说100，你也太小看这玩意儿了。我听城里亲戚说，这种极品那是出口的，没个200-300下不来。200-300这3个字一出来，所有人的眼珠子都红了。这年头，一个壮劳力干1年，也就挣个100-10来块钱，这一张皮顶全家干3年的。陈大山站在皮子底
下，背着手听着上面的惊叹声，那张满是褶子的老脸上乐开了花。他这辈子从来没像今天这么风光过。有人喊大山叔，这真是杨子打的。陈大山中气十足的回道，说我家老大那是得了高人指点，现在是正经猎人，以后谁再敢说我家老大是二流子，我陈大山第一个不答应。这一刻，老头子的腰杆挺得笔直，像是年轻了10岁。就在全村人都在围观陈家祥瑞的时候，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，人群被粗暴的挤开。二叔陈二和和二婶赵桂花黑着脸钻到了最前面。昨晚被狗撵回去之后，这两口子是一宿没睡着，越想越气，越想越亏。特别是听说陈峰打了只火狐狸之后，赵桂花的心态彻底崩了。那是几百块钱啊，凭啥都让老大家占了？赵桂花站在坡顶上，叉着腰，破锣嗓子一喊，全场都安静了。赵桂花喊道：“大哥，你这也太不厚道了吧！他说昨晚我们好心好意去借点棒子面，你们不给也就算了，还放狗咬人。现在有了这值钱的玩意儿，也不想着拉扯亲兄弟一把。”赵桂花问：“你们就不怕遭报应？”赵桂花这一手道德绑架玩的溜熟，周围的村民虽然羡慕陈家，但看热闹不嫌事大，也有不少人开始指指点点。有人说：“是啊，亲兄弟明算账是不假，但这放狗咬人有点过了吧？”又有人说：“陈家这老大是有点毒，发了财就不认亲戚了。”听着周围的风言风语，赵桂花得意洋洋，她就是要搞臭陈峰的名声，逼着陈大山低头。只要陈大山一脸皮薄，哪怕给点肉封口也是好的。屋里的苏婉气得浑身发抖，想出去理论，却被陈峰拦住了。陈峰淡定地说：“别急，看爹的。”院子里，陈大山看着上面那个唾沫横飞的弟媳妇，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。以前遇到这种事，他为了所谓的家和万事兴，为了那点可怜的面子，总是忍气吞声，甚至逼着自家人吃亏。但今天不一样了，儿子争气，给了他底气。那张红狐狸皮就在他身后飘扬，那是儿子的本事，也是这个家的脊梁。陈大山慢慢地摘下腰间的烟袋锅子，指着上面的赵桂花，突然暴喝一声。陈大山骂道：“放你娘的那个罗圈屁！”这一嗓子把所有人都镇住了，谁也没见过老实巴交的陈大山发这么大火。陈大山往前走了2步，指着他的鼻子骂道：“赵桂花，你还有脸提昨晚的事？你拿2个烂萝卜，张嘴就要换我家20斤富强粉、5斤肉、10块钱，我不放狗咬你，难道还要留你过年吃饺子？”人群瞬间炸锅了，有人说：“啥？2个烂萝卜换富强粉和肉，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？”又有人说：“我就说嘛，赵桂花这人最爱占便宜，没想到这么黑。”还有人喊：“这也太欺负老实人了吧！”舆论的风向瞬间反转，赵桂花没想到陈大山敢当众把这事儿抖搂出来，脸涨成了猪肝色。赵桂花喊道：“你胡说，我那是借。”陈大山问：“借？你家陈二和3年前借我的2块钱还了吗？去年借的小米还了吗？”陈大山越说越来气，干脆把老底都揭了。分家的时候，你们把好地都占了，就把这破坑留给我。这几年我们家吃糠咽菜的时候，你们来过一次吗？现在看见我家老大有出息了，闻着肉味就来了，我呸！陈大山喊道：“我告诉你们，只要我陈大山还活着一天，你们就别想从这拿走一根草，滚，都给我滚！”老头子气得胡子都在抖，但那股子气势竟然压得赵桂花和陈二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好，骂得好，接着有人开始起哄，有人说：“赵桂花，快走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”又有人说：“就是人家凭本事吃肉，你眼红个啥？”赵桂花看着周围嘲讽的目光，知道今天这人是丢大发了。他恶毒地瞪了一眼陈大山，又看了一眼那张狐狸皮，拉着陈二和灰溜溜地钻出人群跑了。陈大山站在院子里，胸口剧烈起伏，但他觉得这辈子的气都在今天撒出去了，爽，真他娘的爽。陈峰在屋里看着这一幕，嘴角勾起一抹欣慰的笑，老爹终于立起来了，这比赚多少钱都让他高兴。一个家要想富，首先腰杆子得硬。陈峰说：“行了，戏看完了，该干正事了。”陈峰把画好的图纸往怀里一揣，拿起那把断柄的矛头，又从杂物堆里翻出一块早就看好的汽车钢板，那是前世他在修车铺捡的，一直扔着没用。陈峰说：“婉儿，你在家看好门，我去趟王铁匠那。”苏婉应了一声：“哎，当家的，早点回。”陈峰背着那一沉死沉的汽车钢板，提着矛头，大步走出了院子。经过这一场闹剧，村民们看他的眼神都变了，以前是轻视、嘲笑，现在是敬畏、讨好。有人招呼：“杨子，干啥去啊？”又有人说：“杨子，有空来叔家喝酒啊。”陈峰一路笑着打招呼，但脚下没停，直奔村东头的铁匠铺。老远就听见打铁的声音，叮叮当当。王铁匠是个40多岁的壮汉，光着膀子，一身腱子肉油光发亮。陈峰把东西往地上一扔，咣当一声，问道：“王叔，忙着呢？”王铁匠停下手里的锤子，擦了把汗：“哟，这不是咱们村的猎王吗？”王铁匠问：“听说你打了只火狐狸，真的假的？”陈峰说：“运气好而已，没多扯。王叔，找你帮个忙，打个家伙事儿。”王铁匠问：“啥家伙？”陈峰把那块汽车钢板踢了过去：“用这个给我打一张弩弓。”陈峰说：“要劲儿大的，能射穿野猪皮的那种。”王铁匠是个懂行的，一看那钢板，眼睛就亮了：“好东西啊！”王铁匠说：“这是解放大卡车的弹簧钢板，这玩意儿打出来的弓片，那弹力能把人崩飞了。你要打弩？”陈峰说：“对，重型地弩。”陈峰掏出怀里的图纸，铺在针子上，那是他结合后世复合弩的原理画的简易版地弩图。陈峰指点着：“这里要开槽，这里要做个扳机结构，用这个矛头做箭簇，箭杆用那边的枣木。”陈峰说：“这弓片不用太长，但一定要厚，我要的是爆发力。”王铁匠看着那图纸，越看越心惊，这结构精巧的不像个乡下人能想出来的，特别是那个扳机机关，比老式的扣弦要灵敏得多。王铁匠啧啧称奇：“小子，你这脑瓜子咋长的？”王铁匠说：“这玩意儿要是做出来，那威力怕是能顶得上一把土炮了。”陈峰问：“叔，能做不？”王铁匠说：“能做，但这钢板硬，费火费力。”王铁匠伸出2根手指，2块钱加2包烟。陈峰直接拍出2块钱和早准备好的大前门，成交。王铁匠也不含糊，说：“痛快，等着，叔这就给你开炉。”王铁匠拉风箱，烧红炭，通红的炉火映照着2人的脸，大锤起落，火星四溅。陈峰没闲着，他在旁边帮忙打下手，顺便把自己那把矛头重新淬火开刃。这矛头是杀猪的最后一道保险，必须得锋利。足足忙活了3个钟头。当夕阳西下的时候，一张造型狰狞、透着股子工业美感的地弩诞生了。躬身
身是枣木的，由禁果，坚韧无比。弓片是2片汽车钢板叠压而成，黑沉沉的，看着就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。扳机是金铁打磨的，轻轻一扣就能激发。箭矢则是一根拇指粗的螺纹钢，磨尖了头，后面焊着那把锋利的古董矛头。王铁匠问陈峰要不要试试，陈峰点了点头。他费力地拉开弓弦，这玩意儿劲太大了，得用脚蹬着，双手用力拉才能挂上弦，瞄准了20米外的一块废铁皮。一声极其低沉短促的闷响，所有人只觉得眼前一花，那块废铁皮剧烈震动，直接被带飞出去2米远，定在了后面的土墙上。王铁匠跑过去一看，倒吸一口冷气，那根螺纹钢箭矢直接射穿了3毫米厚的铁皮，深深地扎进了土墙里，尾羽还在嗡嗡颤抖。王铁匠看着陈峰，眼神里多了一丝畏惧，说这哪是打猎的，这是杀人的吧？陈峰走过去，费力地拔出箭矢，摸了摸微热的箭头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他淡淡地说了声杀猪的，眼神透过铁匠铺的窗户，看向了远处的牛角沟，那里有一头300斤的炮卵子，正在等着这份大礼。陈峰背起地弩，把箭矢用布包好，消失在暮色中。明天就是这头野猪王的死期，腊月23小年。俗话说23糖瓜年，但这天一大早，靠山屯没闻见糖瓜味，反倒先炸了锅。有人凄厉的喊不得了了，哪个杀千刀的畜生把俺家菜窖给拱了？这一嗓子凄厉的跟鬼哭狼嚎似的，直接把全村还在睡梦中的人给震醒了。陈峰正在院子里打磨那根刚做好的螺纹钢箭矢，听见动静，手里的动作一顿，他听这声像是刘二拐。陈大山披着棉袄出来，端着尿盆，眉头皱得死紧，说这大清早的嚎丧啥？陈峰说爹我去看看，把箭矢往袖子里一藏，招呼了一声正在啃骨头的黑龙，推开门走了出去。村西头刘二拐家门口已经围了一圈人，刘二拐正坐在雪地里拍大腿，鼻涕一把泪一把。他那个引以为傲的菜窖现在跟被炮弹炸过一样，原本盖得严严实实的木板门被撞得稀烂，木头茬子到处都是，地窖口塌了一半，里面存的大白菜、土豆、红薯被糟蹋得不成样子，满地都是咬了一半的烂菜叶子，还有被踩成泥的红薯。刘二拐哭的那叫一个惨，说这是全家一冬天的口粮，这特么是谁干的？村支书背着手，脸色铁青的站在地窖口，说这不是人干的。刘二拐一愣，问那是鬼？支书说鬼你个头，你自己看那脚印。众人顺着支书的手指看去，只见在雪地上有一串深深的巨大的梅花状脚印，一直延伸到村后的林子里，那脚印比大人的拳头还大一圈，每一步踩下去都把冻得硬邦邦的土层给踩裂了。更吓人的是地窖门口那棵老槐树，树皮被蹭掉了一大块，露出了惨白的木质，上面还留着2道深深的沟槽，像是被钢凿子凿出来的一样。围观的村民齐齐倒吸一口冷气，有人问这是野猪，有人说野猪哪有这么大劲，这把门都撞碎了。人群开始骚动，一股恐慌的情绪在蔓延。靠山屯背靠大山，以前也不是没来过野猪，但大多是几十斤的小猪或者100-10斤的母猪，顶多拱梁垄地。像这种直接冲进村里把地窖门撞碎的凶物，几10年没见过了。陈峰挤进人群，他没看地窖，先走到那棵老槐树前，伸手摸了摸那2道深沟，手指触感粗糙，木茬尖锐，这是獠牙挑的。他又蹲下身比量了一下那个脚印的深度和跨度，前提深后提浅，跨度极大。陈峰站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土，语气平淡却透着股子笃定，说是投工的，还是个独行侠，体重在320斤往上，正当壮年，脾气暴躁。刘二拐吓得也不哭了，从地上爬起来，结结巴巴地问陈峰咋知道的这么清。陈峰说看脚印，普通的野猪是一群一群的，脚印乱，这只就一串脚印，说明是毒猪，这种猪被群落赶出来，性格最孤僻，报复心极强。他指了指那棵树，说他吃饱了还要在树上挑2下，这是在示威，也是在磨牙。这玩意儿是咱们山里的黑煞星，也就是老猎人嘴里的炮卵子。炮卵子这3个字一出，在场上了岁数的老人脸色都白了，那是传说中能把老虎肚子挑破的凶神啊！有人说完了完了，这畜生进了村，尝到了甜头，肯定还得来。有人问这可咋整？咱村这土墙能挡住他，要不报公社武装部吧，请民兵来打。村支书也慌了神，看向陈峰问杨子，你是行家，你说咋办？现在陈峰在村里的地位不一样了，那是打了火狐狸的猎王，他说的话大家信。陈峰眯着眼睛看着那串通往深山的脚印，报公社。等民兵连背着那几杆老套筒晃晃悠悠来了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再说了，这300斤的肉那是行走的几百块钱，能让别人抢了？陈峰淡淡的说不用报，这畜生既然来了，那就别想走了。他吃了二拐叔几百斤菜，那就拿他那一身肉来抵债吧。刘二拐瞪大了眼，问陈峰是不是要弄他？别光腚撵狼，胆大不嫌害臊，那可是300斤的大家伙。陈峰那小体格还不够他塞牙缝的。周围人也纷纷劝阻，说杨子别逞能，那玩意儿皮糙肉厚，补枪都打不透，为了几颗白菜搭上命不值当。陈峰没解释，只是吹了声口哨。一直蹲在他脚边的黑龙突然站了起来，冲着那串脚印发出了一声低沉而凶狠的咆哮，脖子上的毛全炸开了。陈峰看了一眼天色，阴沉沉的，又要下雪了。他说大雪封山，山里没绳了，他昨晚在这吃爽了，今晚绝对会走回头路。大家伙要是信他，今晚就把门窗关死，谁也别出来，剩下的交给他。说完，陈峰转身就走，那个背影看着有点单薄，但在风雪中却透着股子说不出的狠劲儿。回到家，陈大山正急得在院子里转圈，听说了村头的动静，老头子吓坏了。陈大山一把拉住儿子，说听说那是个300斤的炮卵子，可千万别犯浑，那玩意儿不是闹着玩的，以前赵三爷带3条猎狗围那玩意儿，都被挑死2条狗。陈峰说爹，富贵险中求。他走进天窑，从柴草堆底下拖出了那张这几天让全家人都绕着走的大家伙。重型地弩，那2片黑沉沉的汽车钢板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冷硬的金属光泽。陈峰把那根拇指粗的螺纹钢箭矢装上去，挂在机括上，嘎嘣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。陈峰抚摸着冰冷的弩臂说，这东西就是给他准备的阎王铁，300斤肉，那是咱家盖新房的大梁和砖头，爹不想住宽敞的大瓦房。陈大山看着那张狰狞的地弩，又看看儿子那双冷静的可怕的眼睛，他突然发现自己这个儿子真的变了，变得让他有点不认识，但也让他无比安心。陈大山一咬牙说想，做梦都想，但他得答应爹，一定要全虚全影的回来，要是这一下弄不死，就上树，千万别硬拼。陈峰笑了笑说放心吧，我
惜命着呢。他把地弩用破麻袋一裹，背在背上，又在腰间别上了那把猛钢矛头。陈峰对黑龙说：“今晚看你的了。”黑龙呜了一声，眼神犀利。陈峰没在村里设伏，村里人多眼杂，万一误伤了人或者惊了主，那都麻烦。他在天黑之前，顺着那串脚印，逆向摸进了村后的林子里。这地方叫乱葬岗，地形复杂，怪石嶙峋，是野猪进村的必经之路。雪还在下，纷纷扬扬的。陈峰找了一棵2人合抱粗的老松树，这树位置极好，正对着下面的一条兽道。那条兽道已经被野猪踩得瓷实了，两边的灌木都被挤断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野猪胡同。陈峰爬上树，在离地3米多高的树杈上用绳子固定好身子，这个高度野猪够不着，但他能居高临下的设计。他把地弩架在树杈上，调整好角度，箭头直指兽道中心。为了保险，他还在兽道上撒了一把炒香的黄豆。这点黄豆在寂静的雪夜里，那就是致命的诱惑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天彻底黑了，寒风呼啸，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。陈峰裹紧了身上的羊皮坎肩，他一动不动地趴在树上，像是一块亘古不变的石头。黑龙被他留在了树下10米远的一个土坑里，用枯草盖着。狗的作用是预警和牵制，不能离太近，否则会把猪吓跑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半夜12点，雪停了，月亮从云层里钻了出来，把雪地照得惨白一片。整个山林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树枝被雪压断的咔嚓声。就在陈峰感觉手脚都要冻僵的时候，远处传来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。那声音不像兔子那么轻盈，也不像狐狸那么鬼祟，那是每一步都踩实了，把雪层踩碎的声音。地面的积雪似乎都在微微震动。来了！陈峰的瞳孔猛地收缩，浑身的血液瞬间沸腾，驱散了寒意。他屏住呼吸，手指轻轻搭在了冰冷的扳机上，透过树枝的缝隙，借着惨白的月光，一个庞大的黑影像是一辆黑色的小坦克，慢吞吞地从林子深处晃了出来。太大了，亲眼见到这玩意儿，比看脚印还要震撼。那一身黑毛跟钢针似的竖着，脖子那一块尤其厚实，那是常年蹭松枝形成的挂甲，据说连子弹都能弹开。2颗獠牙在月光下泛着惨白的光，长得弯出了嘴唇，像是2把弯刀。他走得很慢，每走一步都要停下来嗅一嗅，那双小眼睛里透着股子狡诈和凶残。这就是山里的王，这就是那头让全村人闻风丧胆的炮卵子。他走到了陈峰撒黄豆的地方，炒熟的黄豆香味在冷空气里格外明显。野猪停下了脚步，鼻子贴着地，呼哧呼哧地闻着。他并没有立刻吃，而是警惕地抬起头往四周看了看。那一刻，他的目光甚至扫过了陈峰藏身的大树。陈峰连呼吸都停了，心脏跳得像擂鼓。只要这畜生发现一点不对劲，他转身就能跑，或者直接撞树。好在黄豆的诱惑太大了，加上周围没有一点活人的气息。陈峰在身上抹了艾草汁，野猪终于低下了头，开始哼哧哼哧地舔食地上的黄豆。就是现在，他低头的一瞬间，那是颈椎骨暴露的最明显的时候。陈峰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透过简易的准心，死死锁定了野猪脖子后面那一块没有挂甲的软肉，那是连接大脑和脊椎的命门，只有一次机会，一击不中，死的可能就是自己。陈峰深吸一口气，稳住微微颤抖的手，这就是咱们家的新房。他心里默念着，手指猛地扣下了扳机，嘣的一声沉闷巨响，在寂静的山林里炸开。那是由2片汽车钢板积蓄了数小时的恐怖力量，在一瞬间释放的声音。那根拇指粗的螺纹钢箭矢带着撕裂空气的尖笑声，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，直扑野猪的后颈。快，太快了，快到那头野猪连抬头的反应时间都没有。噗的一声令人牙酸的骨肉碎裂声响起，那根锋利的箭矢携带着恐怖的动能，毫无阻碍地钻进了野猪的后颈。巨大的冲击力甚至带着野猪庞大的身躯猛地往前一载，嗷的一声凄厉到极点的惨叫声瞬间响彻整个山谷。那声音里充满了痛苦、愤怒，还有不可置信。这头在山里横行霸道了10几年的王者，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栽在几颗黄豆上。他疯了！虽然脖子受了重创，但这一箭并没有立刻要了他的命。野猪生命力极强，他猛地从地上弹起来，双眼瞬间变得血红，疯狂地用獠牙撞击着周围的一切。轰的一声，那棵2人合抱的老松树被他撞得剧烈摇晃，树上的积雪簌簌落下，差点把陈峰给震下来。黑龙别动！陈峰死死抱着树干，冲着远处想冲出来的黑龙大吼。这时候下去就是送死，发狂的野猪就是绞肉机，只能等他血流干，等他力气耗尽。那头野猪疯狂地转圈，嘴里喷着血沫子，那根钢剑只露出一截剑尾在外面，剩下的全钻进去了。他挣扎了足足10分钟，撞断了3棵碗口粗的小树，刨出了一个深坑。终于，他的动作慢了下来，那庞大的身躯开始摇晃，4条腿开始打颤。轰隆一声巨响，那座黑色的小山终于重重地倒在了雪地上，抽搐了2下，不动了，血染红了一大片白雪。陈峰在树上又等了5分钟，直到确认那家伙彻底没气了，这才手软脚软地从树上滑下来。他走到那头巨兽面前，踢了踢那一身钢针般的硬毛，真大，像一堵墙一样。陈峰一屁股坐在猪头上，点了一根大前门，深深吸了一口，平复着狂跳的心脏。烟雾缭绕中，他看着这头巨兽，咧嘴笑了。赵三爷说的对，你确实是个祸害，但这祸害今天归我了。雪停了，月亮贼亮，乱葬岗的林子里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，呛得人嗓子眼发紧。那头300多斤的炮卵子，这会儿终于是不动弹了。他侧躺在雪坑里，4条腿僵直，像是一座倒塌的黑塔。那根要命的螺纹钢箭矢大半截都钻进了他的脖梗子，只留了个带螺纹的尾巴在外面，血顺着伤口流出来，把身下的雪地染成了黑红色，还冒着热气。陈峰没急着下去，这玩意儿生命力强的吓人，有时候看着是死了，你一过去，他回光返照给你一口，那也得要半条命。他在树上点了根烟，慢悠悠的抽完，又折了根枯树枝，狠狠地砸在猪头上，啪的一声没动静，又让黑龙过去试探。黑龙这狗精夹着尾巴小心翼翼地凑过去，在猪屁股上闻了闻，然后猛地咬了一口猪后腿。野猪还是像块石头一样纹丝不动，死透了。陈峰这才松了口气，手脚并用的从树上滑下来。刚才在树上看着就觉得大，这一落地凑近了看，更是大的吓人。这哪是猪啊，简直就是头小牛犊子。那一身黑毛跟钢针似的，摸上去扎手，脖子那块的挂甲足有2寸厚，硬邦邦的跟石头一样，全是松枝裹着沙子。陈峰伸手敲了敲那挂甲，咚咚2声闷响，这防御
防御力，怪不得赵三爷说土枪打不透，也就是他的重型地弩加上特制的螺纹钢箭头，又是近距离偷袭脖子软肉。换个法子，今天躺这儿的指不定是谁。好家伙，这得多少肉啊！陈峰费劲的把猪头掰过来，看了看那2颗獠牙，弯曲如刀，锋利的泛着寒光，足有小臂长。这牙也是好东西，回去给爹磨个烟嘴，够他在村头吹半年牛逼的。陈峰试着拽了拽猪腿，想把他翻个身，纹丝不动。300多斤的死肉，那是真的死沉。就凭他现在这身板，别说背下山了，就是拖都拖不动几米，得回去摇人。陈峰拍了拍手上的猪毛，把那把猛钢矛头拔出来握在手里，又把地弩藏回树上。黑龙，你在这守着，谁敢靠近就咬谁，老子回去叫爹。黑龙汪了一声，一屁股坐在猪头上，威风凛凛的当起了看守。陈峰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回跑，这会儿已经是后半夜了，村里静悄悄的。陈峰一路狂奔回家，气都没喘匀，就轻轻敲响了西窑的窗户。他喊爹快醒醒，屋里立马传来陈大山警觉的声音，问是谁。老头子这一宿压根就没敢睡时，手里一直攥着把铁锹，生怕儿子在山里出啥事。陈峰说我是杨子。听到儿子的声音，屋里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穿鞋下地的声音，门吱呀一声开了。陈大山披着棉袄，提着马灯冲出来，上下把陈峰摸了个遍。他问咋样，没伤着吧？身上咋这么大血腥味？陈峰说没伤着，那是猪血。陈峰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白牙，在马灯昏黄的光线下显得格外瘆人又灿烂。他说爹穿衣服拿绳子，带上咱家的爬犁，那家伙太大我弄不动。陈大山愣了一下，随即眼珠子猛地瞪大，问成了吗？陈峰说成了，就在乱葬岗躺着呢，死得透透的。陈大山倒吸一口凉气，我的亲娘哎，手里的马灯都晃了2下，300斤的炮卵子啊，那是村里的祸害，是山里的大王，就这么被自家儿子给干挺了。陈峰说快点爹别愣着了，趁着天没亮赶紧弄回来，要是天亮了被人看见，保不齐有眼红的来分肉。陈大山一听这话立马精神了，说对，不能让那帮孙子占便宜，也不喊苏婉了，怕吓着孩子。老头子手脚麻利的去后院拖出那个拉柴火的大木头爬犁，拿了2根粗麻绳，又揣了把杀猪刀给自己壮胆。他说走，前面带路。父子俩拉着爬犁像做贼一样溜出村，一头扎进了黑漆漆的山林。等到了地方，借着马灯的光，陈大山亲眼看到那个躺在血泊里的庞然大物时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他问这是猪吗？陈大山围着野猪转了2圈，伸手摸了摸那冰冷的獠牙，腿肚子有点转筋。他说这特么是妖精吧？杨子你真把他弄死了。他看着儿子，眼神里除了震惊，更多的是一种陌生和敬畏。自家这个二流子儿子啥时候有着通天的手段了？陈峰说运气好，一剑封喉。他招呼道爹别看了，赶紧搭把手，把他弄上爬犁才是正事。父子俩费了9牛2虎之力，陈峰在前面拽，陈大山在后面推，喊着耗子，折腾了足足20分钟，才把这头死沉的野猪给滚到了爬犁上，用麻绳捆得结结实实，跟绑粽子似的。陈峰把爬犁的绳子往肩膀上一勒，身子前倾，脚下发力，陈大山在后面推着爬犁，黑龙在前面开路。下山的路虽然有雪好滑，但这300多斤的分量真不是盖的。等2人把爬犁拉到村口的时候，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。陈峰累得浑身冒白气，棉袄都湿透了。陈大山也是呼哧带喘，但老头子精神亢奋，脸红得跟关公似的。陈大山扶着膝盖说些话。就在这时，村口的大槐树后面突然钻出一个人来，正是那个死了菜窖一宿没睡着觉的刘二拐。他心疼那几百斤白菜，大清早起来想去看看能不能捡点剩的，结果刚出门就看见陈家父子拉着个大家伙过来了。那爬犁上黑乎乎的一大坨，盖着破麻袋，但那露在外面的2颗大獠牙，还有那巨大的猪蹄子是藏不住的。刘二拐揉了揉肿眼泡，定睛一看，一声尖叫划破了清晨的宁静。刘二拐吓得一屁股坐在雪地上，他指着爬犁哆哆嗦嗦问：“这是那头拱我家菜窖的猪吗？”这一嗓子跟公鸡打鸣似的，直接把周围几户人家都给喊醒了。有人问咋了，谁家猪跑了？有人骂大清早的叫魂呢。几扇门吱呀打开，披着棉袄的村民们探头探脑的出来。当他们看清陈家父子拉着的那个东西时，一个个都跟被施了定身法一样，张着大嘴傻在了原地。有人喊我的天爷，这是野猪吗？有人问这么大个得有400斤吧？有人说他说要弄死这猪，我还当他吹牛逼，没想到真给干下来了。人群瞬间炸了锅，这下想低调都不行了。陈峰索性把肩膀上的绳子一松，直起腰，把盖在猪身上的麻袋一把掀开，视觉冲击力拉满，那如小山般的身躯，那狰狞的獠牙，那脖子上触目惊心的伤口，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众人面前。陈峰淡淡的说道：“没错，就是这畜生。他说左拱了二拐叔家的菜窖，今儿我就把他办了，算是给村里除了一害。”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好，好样的。紧接着，村民们呼啦一下围了上来。这年代，肉就是命，这么大一坨肉摆在眼前，谁能不眼红？谁能不流哈喇子？有人说杨子你太牛了，这可是泡卵子啊！有人说大山叔你家这回是真发了，这一头猪够全家吃3年的吧？有人啧啧称奇，看看这标，看看这毛色，这全是钱啊！陈大山站在爬犁旁边，听着周围人的恭维和惊叹，老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。他这辈子最爱面子，今天这面子是儿子给挣足了。陈大山挺着胸脯吹嘘，那是我家老大说了，这畜生祸害乡里不能留，这不连夜进山给收拾了，完全忘了几个小时前自己还吓得哆嗦。刘二拐从地上爬起来，看着那头野猪，眼神复杂到了极点，那是恨这猪拱了他家菜窖，但更多的是嫉妒陈峰发了这笔横财。刘二拐凑过来，一脸讨好的问陈峰：“这猪是吃了我家白菜才长这么肥的，你看能不能分输一条腿？”周围人都安静了，看着陈峰，这就是典型的农村逻辑，你发财了我有损失，你就得补给我点。陈峰看着刘二拐那张贪婪的脸，笑了。陈峰说：“二拐叔这账算得挺精啊。”陈峰拍了拍那硬邦邦的猪腿，说：“猪吃了你家白菜是不假，但他要是把你拱死了，我是不是还得给你家披麻戴孝？”刘二拐脸一红，问陈峰咋说话呢？陈峰脸色一冷，声音提高了几分，说：“这猪是他拿命换来的，谁要想吃肉，行，拿钱来买，想白嫖，门都没有。”陈峰环视了一圈围观的村民，说：“大家伙都听着，这猪他今天就在这儿杀了，谁家想过年吃肉的，回家拿钱拿票，7毛5一斤，不要肉票，要板油的1块5。还是那句话，先到先得。”人群瞬间沸腾了，7毛5不要票，供销社的猪肉7毛8，还得要票。每户人
人家过年也就那么点肉票，根本不够吃，黑市上1块2都抢不到。陈峰这价格简直就是做慈善。村民们喊着要肉，给我留5斤，我要个后座子，现在回家拿钱。杨子，给我留副猪大肠，这就去取钱。一时间，刚才还想看热闹占便宜的人，全都疯了一样往家跑，生怕跑慢了，这肉就没了。刘二拐站在原地，看着这热闹的场面，脸上一阵青一阵白。想走吧，舍不得这肉；想买吧，又心疼钱。陈峰没理他，拉起爬犁绳子，说：“爹，走，回家杀猪。”陈大山那叫一个意气风发，推着爬犁，在一众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，大摇大摆地进了自家院子。苏婉早就被外面的动静吵醒了，披着衣服出来一看，也被这庞然大物吓得捂住了嘴。陈峰把野猪往院子中间一扔，震起一片血尘，说：“别愣着了，烧水磨刀，今天咱们家开大席。”陈峰从腰间拔出那把猛钢匕首，又拿出了爷爷留下的那把老杀猪刀。他在磨刀石上蹭了2下，刀锋雪亮。院墙外面已经挤满了拿着盆揣着钱的村民，一个个伸长了脖子，眼巴巴地盯着陈峰手里的刀，那眼神比狼还恶。陈峰深吸一口气，走到野猪跟前，找准了脖子下刀的位置。这一刀下去，划开的不光是猪皮，那是陈家在这个穷山沟里真正翻身的第一刀。陈峰大喝一声：“看好了！”手起刀落。陈峰手里的那把老杀猪刀在清晨的阳光下闪过一道寒芒，一声如同裂帛般的脆响，锋利的刀刃顺着野猪的咽喉一路向下划到了肚皮，那厚的跟轮胎似的野猪皮，在这把打磨的吹毛断发的老刀面前，跟豆腐没什么两样。随着刀锋划过，那层黑硬的猪皮向两边翻开，紧接着全场响起了一片整齐的吞口水声。只见那黑皮底下不是红肉，而是一层雪白，足有3指厚的肥膘。在那个年代，肥肉就是命，瘦肉柴还得费油炒，肥肉那是能炼油、能解馋、能让人有力气的宝贝。谁家买肉要是能抢到一块大肥膘，那得高兴好几天。而这头野猪王，正因为他是个独行侠，吃得好，长得壮，这一身膘简直绝了。村民们惊呼：“我的天爷哎，这膘比家猪还厚，这哪是野猪啊，这是个大油桶啊！”杨子，那块后座子我要了，谁也别跟我抢！人群瞬间红了眼，一个个举着手里的钱和票，恨不得直接冲上来抢。陈峰手底下没停，他就像个艺术大师一样，手腕翻飞，先卸猪头，刀尖顺着颈骨的缝隙一挑一转，那颗硕大的狰狞的猪头就咕噜噜滚到了一边。再开膛，一股热气腾腾的白烟升起，陈峰手脚麻利的把内脏掏出来，扔进旁边早就准备好的大木盆里，心、肝、肺、肠每一流出来，周围人的眼睛就亮一分。特别是当陈峰掏出那个沉甸甸、鼓囊囊的猪肚时，他特意停了一下。陈峰掂了掂那个足有4、5斤重的猪肚，说：“好家伙，极次猪肚，这玩意儿表面布满了细密的小疙瘩，看着有点瘆人。但陈峰知道，这是野猪常年吃草药、吞毒蛇练出来的，这东西养胃那是神效，比什么胃药都好使。”陈峰把猪肚递给旁边打下手的陈大山，说：“爹，这个留着，给您养胃。”陈大山正忙着收钱，一听这话，心里热乎乎的，赶紧把猪肚放进自家盆里，处理完内脏，接下来就是大卸8块。陈峰的刀法太快了，顺着骨缝下刀，都不用砍骨头，就能把肉一块块完整的卸下来。前槽、后座、五花、排骨，没一会儿，那头庞大的野猪就变成了一堆整整齐齐的肉山。陈峰把刀往案板上一插，大喊一声开卖，这一声就像是发令枪。村民们喊着要肉，给我来5斤，要肥的就要那块五花，我要个后腿，整条都要，这腿得劲，回去腌火腿。杨子，给我切2斤板油，我家孩儿馋油渣都馋哭了。村民们疯了一样往前挤，手里的钞票挥舞着，有5块的，有2块的，还有一大把毛票的。陈大山这辈子也没见过这种场面，他站在案板前，腰上系着个破围裙，那是收钱的。老头子手忙脚乱的接钱找零，那一张张带着体温甚至是汗味的钞票，像雪花一样落进他那个早就准备好的布袋子里。苏婉也在帮忙，他负责称重。赵婶子，这一块5斤3两，算你5斤，拿好。王大爷，这块板油2斤3块钱，给您搭块瘦的。陈峰则负责切肉，他这刀法准得很，说切1斤绝对不切8两，而且他手松，经常给抹个零头或者搭块碎肉，这让买到肉的村民一个个喜笑颜开，直夸陈峰仁义。杨子这孩子敞亮，可不是嘛，这肉新鲜，还没有臊味，比供销社的强多了。人群外围，刘二拐急得直跺脚，他刚才回家翻箱倒柜就找出来1块5毛钱，这点钱也就够买2斤肉的，可看着那肥的流油的板油，他馋啊。陈峰啊，刘二拐硬着头皮挤进来，一脸陪笑，梳着手头有点紧，你看能不能先收5斤，等秋收了还你。陈峰手里的刀一顿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二拐叔，不是我不讲情面。陈峰指了指旁边等着买肉的村民，大家伙都拿着现钱排队呢，我要是赊给你，那对得起这些拿现钱的叔伯婶子吗？再说了，概不赊账，这是规矩。就是刘二拐，没钱你吃啥肉啊？回家喝西北风去吧，别耽误我们买。一边去！周围人一阵起哄，刘二拐脸涨成了猪肝色，只能把紧紧攥着的1块5毛钱递过去，那就给我切2斤吧，要肥的。生意归生意，陈峰也没难为他，切了1块肥瘦相间的递过去。就在这时，二婶赵桂花也挎着篮子来了，她站在人群外面，眼巴巴地看着那堆肉，想买又舍不得钱，想走又迈不动步。特别是看到陈大山那个越来越鼓的钱袋子，她嫉妒的眼珠子都快滴血了。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一窝子暴发户！赵桂花酸溜溜地骂了一句，但那眼神还是死死粘在那块板油上。二婶，买肉不？陈峰眼尖看见了她，故意高声喊了一句：“最后几块板油了，再不买可就没了。”赵桂花被这一嗓子喊得全村人都看过来了，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最后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买，给我来3斤板油，我也尝尝这野猪肉是个啥味儿。她掏出一把零钱，数了好几遍才递给陈大山，那表情跟割肉似的。陈峰笑了笑，切了1块板油扔进他篮子里。这一上午，陈家小院比赶集还热闹，300多斤的野猪，除了猪头、猪蹄、猪肚和大概30斤自家留着吃的后腿肉，剩下的200多斤肉和几十斤板油，竟然在短短2个小时内被抢购一空，甚至连那些剔下来的大骨头都被几个舍不得买肉的老太太给包圆了。那骨头上有肉渣，拿回去熬汤也是荤腥。等到日头正当午的时候，案板上已经空了，只剩下一层油渍和血水，没了，这就没了。后来赶到的
几个邻村的人看着空空如也的案板，懊恼的直拍大腿，没了，下次赶早。陈峰把杀猪刀往水盆里一扔，洗了把脸，只觉得浑身舒爽，虽然胳膊酸得抬不起来，但心里那个美啊！爹，收摊，关门！陈峰喊了一声。陈大山紧紧抱着那个沉甸甸的布袋子，像防贼一样警惕地看了看四周，然后赶紧钻进了屋里。破旧的木门被关得严严实实，还插上了门栓。屋里一家4口围坐在炕头上，气氛热烈的像是要过年。快数数！苏婉催促着，脸红扑扑的，也不知道是忙的还是激动的。陈大山深吸一口气，把布袋子往炕上一倒，一大堆花花绿绿的钞票像小山一样堆在炕席上，有10块的大团结，有5块的炼钢工人，有1块的拖拉机手，更多的是1毛2毛5毛的脚票，甚至还有不少硬币。这一堆钱带着肉腥味，带着汗味，但在陈家人眼里，这就是世界上最香的味道。1、2、3，陈大山那双粗糙的大手颤抖着开始数钱，他这辈子也没一次性数过这么多钱，数着数着就乱了，又得重新数。爹，我来帮您。陈峰笑着凑过去，把钱按面额分好。大宝和二宝也趴在炕边，帮着把硬币摞成一个个小塔，玩得不亦乐乎。足足数了半个钟头。多少？陈大山咽了口唾沫，眼巴巴地看着陈峰。陈峰把最后一把毛票归拢好，吐出一口气，报出了一个数字：218块5毛6。屋里响起了一片抽泣声。200多。苏婉捂住了嘴，眼泪又不争气地下来了。咱家欠大队的饥荒才80块，这不仅能还完，还能剩下100多，还不止呢。陈峰指了指墙角那个大盆，那还有个猪头，4个猪蹄，1个猪肚，那猪肚拿去药铺能卖个10块8块的，还有那对獠牙也能换钱，再加上我那张狐狸皮。陈大山掰着手指头算了算，我的娘嘞，那咱家现在的家底不得有5、600了，5、600块，在这个万元户都能上报纸的年代，5、600块钱在农村那就是巨富，盖3间大瓦房都够了。爹，这钱您收着。陈峰从里面抽出几10块钱零钱揣兜里，剩下的全都推到了陈大山面前，我收着。不行不行！陈大山连连摆手，这是你拿命换来的，我不能要，你拿着，给婉儿和孩子买点好的。爹，您是一家之主。陈峰正色道，这钱放您那是攒着盖房子的，再说了，我还得进山呢，身上带这么多钱不方便。推辞了半天，陈大山才小心翼翼地把钱收起来。他找了个旧手绢，把钱一层层包好，又放进一个小木盒里，最后塞进了炕洞最里面的砖缝里。藏好钱，老头子长出了一口气，腰杆子彻底挺直了。陈大山大手一挥，豪气干云说今儿高兴，中午把那猪头卤了，再整2两。苏婉赶紧去忙活，陈峰则坐在炕沿上，看着这温馨的一幕，心里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。钱有了，肉有了，名声也有了，接下来该把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给平了。陈峰点了根烟，说明天要去趟大队部。陈大山问去大队干啥，陈峰说还钱。陈峰吐出一口烟圈，眼神清亮，说要把咱家欠大队的80块钱救济款还了，还有二叔家那笔烂账也该算了。陈大山点了点头，说还了也好，无债一身轻，随即又皱眉，说你二叔那人你也知道，那是属狗皮膏药的，你能跟他算清？陈峰冷笑一声，说算不清也得算，以前咱们穷那是软柿子，现在咱腰杆硬了，有些话就得摆在台面上说。他要是还要脸，就把以前欠咱家的还回来，他要是不要脸。陈峰顿了顿，看了一眼正趴在脚边啃猪骨头的黑龙，说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。这天中午，陈家飘出的卤肉香味比昨天炼油的味道还要霸道。那个巨大的猪头被苏婉洗刷得干干净净，劈开放进老汤里慢炖，肉香混着香料味，把半个村子都给腌入味了。村民们一边吃着刚买回来的野猪肉，一边感叹陈家的好运。而陈峰啃着软烂的猪头肉，喝着老爹珍藏的散白酒，看着窗外的雪景，野猪王倒下了，第1桶金到手了。这个年注定是陈家翻身的一个肥年，等到开了春，冰雪消融，那才是他大展拳脚的时候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他得先把家门口打扫干净，让那些苍蝇蚊子再也不敢来嗡嗡。腊月24，扫房子。按理说这天该在家洗洗刷刷，去晦气，但陈峰一大早就换上了那身崭新的藏蓝色工装，脚蹬新胶鞋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陈峰问爹借据呢？陈大山从贴身的棉袄里层哆哆嗦嗦地掏出一个泛黄的红布包，里面包着一张皱皱巴巴的借条。那是3年前陈大山腿摔断了，家里实在揭不开锅，在大队部跪了半个钟头才求来的80块钱救济款。这80块钱像一座大山压在陈大山心头整整3年，每年年底分红，大队会计都要拿着大喇叭喊陈大山还欠公款80，今年工分扣完还不够利息。那时候陈大山恨不得把头塞进裤裆里。陈大山的手有点抖，让陈峰拿着，说到了大队部说话客气点，那是公家。陈峰接过借条，看了一眼上面的红手印，眼神冷了冷，说放心吧爹，我有数。他揣上钱，大步流星出了门。此时大队部里正热闹，老会计王算盘正拨弄着算盘珠子，给几个小队长算工分。村支书赵长贵端着茶缸子在旁边吞云吐雾。王算盘推了推眼镜，说支书，今年这账难平啊，几户困难户的救济款都拖了3年了，特别是陈大山家那80块，我看是悬了。那陈峰整天游手好闲，陈大山又老了。赵长贵敲了敲桌子，说悬了也得催，这都是集体的钱，年底必须入账，待会儿你拿喇叭去他家喊，实在不行就把他家那头牛牵来抵债。话音刚落，门帘子被人一把掀开，一股冷风灌进来，吹得桌上的账本哗啦啦响。王算盘一瞪眼，问谁啊没规矩？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，新衣裳，新胶鞋，腰板挺得笔直，脸上带着股子让人不敢直视的精气神。赵长贵愣了一下，差点没认出来，这还是那个见人就躲，一身酸臭味的二流子吗？陈峰也不客气，拉了把椅子，大马金刀的坐下，问支书王会计忙着呢，刚才在门口听见你们说要牵我家的牛。王算盘有些尴尬，但还是板着脸说，陈峰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你家那80块钱都拖3年了，利息都涨不少了，你也别怪大队心狠，公事公办。陈峰说没怪你们，确实该还。他从兜里掏出一包大钱门，拆开给赵长贵和王算盘一人散了一根。两人对视一眼，有点懵，这小子发财的事儿虽然听说了，但这也太好横了吧。陈峰淡淡的说，多少钱？算算吧。王算盘噼里啪啦打了一通算盘，说本金80，算上这3年的利息，一共84块3毛2。赵长贵在旁边说了句好话，说抹个0，84。陈峰
峰说不用，伸手进怀里掏出一沓大团结，那厚度看得王算盘眼皮子直跳。陈峰数出9张大团结，又数了3毛2分钱的硬币，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，说84块3毛2，一分不少，这是90，找钱。这一巴掌拍得响亮，不仅拍在桌子上，更像是拍在这些年看不起陈家人的脸上。王算盘手忙脚乱的数钱验钞，确认无误后，脸色瞬间变了，堆满了笑说：“哎呀，陈峰啊，我就说你是咱们村的能人，这不说到做到。来来来，这是找你的5块6毛8，拿好。”陈峰没接钱，伸出手问借条呢。王算盘赶紧从柜子里翻出那张压箱底的借条。陈峰拿过借条看了一眼，掏出火柴，嗤的一声点燃，火苗跳动，那张压了陈家3年的大山在陈峰手里化为了灰烬。陈峰站起身，把找回来的零钱揣好，转身就走。赵长贵在后面喊了一嗓子，说以后有困难尽管跟大队说。陈峰脚步没停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有困难？我有困难的时候你们想牵我的牛，现在我有钱了，你们倒是热情了。出了大队部，陈峰没回家，他拐了个弯，直奔村西头的二叔家。公家的债还了，私人的账也该算了。二叔家就在村道边上，3间大瓦房，院墙也是新垒的，在村里算得上是富户。此刻，二婶赵桂花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手里嗑着瓜子，嘴里还在骂骂咧咧。他骂该死的陈峰，打了野猪也不分点，早晚噎死他！一家子白眼狼。一个冷冷的声音在院门口响起，问二婶骂谁呢？赵桂花吓了一跳，瓜子皮卡嗓子眼里，咳得脸红脖子粗。她抬头一看，陈峰正站在大门口，双手插兜，似笑非笑的看着她。赵桂花心里有点虚，问陈峰来干啥？前2天去陈家打秋风被狗撵，昨天去买肉又被全村人看笑话。他现在看见陈峰就有点发怵。陈峰说没啥事，来给二婶拜个早年，推开院门走了进来。屋里的二叔陈二和听见动静也出来了，看见陈峰缩了缩脖子说家里没做饭。陈峰说他不吃饭，站在院子中央也不进屋，声音提了起来。陈峰问3年前我爹摔断腿，管你们借的那2块钱，还有去年大宝发烧借的那5斤小米，啥时候还？这一嗓子中气十足，左右邻居都听见了。这年头农村没娱乐，一听有热闹看，隔壁墙头上立马冒出好几个脑袋。赵桂花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。赵桂花开始装傻，问啥钱啥小米，说陈峰别血口喷人，谁借你们钱了？证据呢？借条呢？陈峰问二婶是不是玩赖，他也不生气，慢条斯理的从兜里掏出一本小册子，这其实是他刚才随便找的一本记账本，但他装的跟真的似的。陈峰说我爹那人细心，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。翻开本子假装念道：1980年腊月借陈二和2块钱买药，当时二婶说没钱，转头给了陈刚5块。1982年正月借小米5斤，二婶说喂鸡也不给人吃。赵桂花急了，跳着脚骂陈峰放屁，说那是瞎编的，自己没说过。陈峰问没说过，猛地合上本子，眼神变得凌厉。陈峰说二婶，全村人都知道我爹老实，从来不说谎，反倒是你东家借西家拿，啥时候还过？要不要我把支书叫来，咱们当着全村人的面掰扯掰扯？一听要叫支书，还要当着全村人的面，陈二和慌了。他好歹也是个要脸的人，而且他知道现在陈峰今非昔比了，那是村里的红人，真要闹大了，吃亏的肯定是自己。陈二和小声说道：那个桂花，要不就还了吧。赵桂花说还个屁，没钱，他是属貔貅的，进了口袋的钱哪能吐出来？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又拿出了他的杀手锏撒泼。赵桂花一边嚎一边拿眼睛偷瞄陈峰，要是以前陈峰肯定转身就走，嫌丢人，但今天陈峰不但没走，反而笑了。陈峰转身冲着墙头看热闹的邻居喊道：各位叔伯婶子，大家都给评评理，欠债还钱是不是天经地义？陈峰说：我陈峰要是有一句假话，天打雷劈，但我二婶要是欠钱不还，那就是老赖。墙头上有人喊了一嗓子，说桂花婶也太抠了，人家杨子现在也不差这俩钱，争的就是个理字。又有人说当初大山叔腿断了，那是救命钱，你们都不借，太不地道了。舆论一边倒。赵桂花没想到这一招不管用了，嚎了2声也没人搭理，尴尬的坐在地上。陈峰走上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陈峰说：二婶，我也不多要，2块钱加上5斤小米，按现在的物价折算，再加上这几年的利息，你给10块钱，这账就算2清。赵桂花尖叫着跳起来，说10块，你咋不去抢？陈峰冷笑说10块钱多吗？昨天你买我那块板油，不是挺舍得掏钱吗？怎么吃肉有钱，还债没钱？陈峰话锋一转，说你要是不给也行，那我明天就去公社广播站拿大喇叭给全公社说说这事儿，到时候陈刚表弟找对象，人家一听有这么个赖账的娘，你看谁家姑娘敢嫁进来？这就叫打蛇打7寸。赵桂花最疼的就是他那个宝贝儿子陈刚，眼瞅着要说清了，这要是名声臭了，那可真是一辈子的事。赵桂花气得浑身哆嗦，指着陈峰的手指都在发颤，说你狠。他知道今天这钱是必须得掏了，这小子现在变得太可怕了，软硬不吃，还一肚子坏水。赵桂花冲着陈二和吼道：给他，给他，把钱给他，让他拿去买药吃。陈二和苦着脸，磨磨蹭蹭的从兜里掏出一张大团结，不情不愿的递给陈峰。陈峰接过来，弹了一下那张崭新的钞票，发出嘣的一声脆响。陈峰说：谢了二叔，早这么痛快，何必丢这个人呢？陈峰把钱揣进兜里，环视了一圈院子，最后目光落在赵桂花那张扭曲的胖脸上。陈峰说：二婶，记住了，以后别总想着占便宜，这世上谁也不比谁傻。说完，陈峰转身大步流星的走了，身后传来赵桂花摔盆砸碗的骂声，还有陈二和唉声叹气的动静。陈峰听着只觉得浑身舒坦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风停了，雪住了，阳光照在雪地上，亮得晃眼。陈峰摸了摸左边兜里的还债凭证，又摸了摸右边兜里刚要回来的10块钱，心里那块压抑了2辈子的石头彻底碎了。回到家，陈大山正坐在门槛上，眼巴巴的望着路口，看见陈峰回来，赶紧迎了上去。陈大山问大队那边咋样？陈峰笑着说还了，连本带利还清了，以后咱们再也不用听大喇叭点名了。陈大山激动的眼泪花子都出来了，那是憋屈了3年的泪。他又问陈峰二叔那边咋样？陈峰说也平了。陈峰掏出那张大团结，塞进大宝的手里，让他拿去买糖吃，说这是二奶奶赏的。陈大山愣了一下，随即明白了咋回事，指着陈峰笑骂道：你这小子真有你的，也就你这混
不吝的劲儿能治得了那泼妇？陈峰哈哈大笑说：“爹，这叫恶人自有恶人磨。”一家人站在院子里，看着这破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窑洞，看着满院子挂着的肉和皮子，心里充满了希望。陈峰指着窑洞旁边那块空荡荡的荒地，那里被雪覆盖着，平整开阔向阳。他跟爹和婉儿说，等过了年开了春，地气一解冻，咱们就在这儿动工。陈峰豪情万丈的画着大饼，说起3间大瓦房，红砖墙、玻璃窗、水泥地，再围个大院子，养上2头猪，几10只鸡，我要让全村人都看看，咱们老陈家那是真正的站起来了。苏婉抱着二宝依偎在陈峰身边，眼里满是星星，问当家的真能盖瓦房？陈峰说能，必须能，这才哪到哪。野猪王只是个开始，这片大山就是咱们家的金库，只要咱们肯干，以后别说瓦房，小汽车我都给你们买回来。陈大山磕了磕烟袋锅子，虽然觉得小汽车有点扯淡，但看着儿子那自信的脸，他第一次觉得这日子是真有奔头。陈大山说行，那我就等着住你的大瓦房。风雪过后，阳光正好，第1卷的故事在这里画上了一个句号。那个曾经被人瞧不起的二流子陈峰，在1983年的这个冬天，用1头野猪王一场豪横的还债，彻底洗刷了过去，成为了靠山屯新的传说。而春天即将来临，新的征程才刚刚开始。